台湾决定从美国购买2种先进导弹，是增强军事力量还是自废武功？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对台新军售会不会催化两岸统一？6月17日，台媒报道，台湾所谓国防部已经正式和美国方面签署了一份军购协议，购买一批海马斯火箭炮和捕鲸叉反舰导弹。台湾方面当然把这一批武器装备说的威力强大，无人能敌，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也许是台独势力在自废武功。首先来看所谓的捕鲸叉，这是美国海军现役的主力反舰导弹，虽然因为射程不足正在逐步的被淘汰，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它300千米的有效射程完全可以从台湾西海岸一直打到海峡对面的福建省沿海，攻击港口内的民用和军用船只。海马斯是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大量装备的超轻型高机动式远程火箭炮，它有2种火力配置，一种是发射227毫米的火箭弹，一种是发射大威力的陆军战术弹道导弹。美国和台湾方面都指出，配套海马斯出售的是 M57 型导弹，这种导弹有一枚230千克重的高爆弹头，射程最小为70千米，最大可以达到300千米。如果把这种导弹部署在台湾本岛西线，可以直接攻击福州或者厦门市中心；如果部署到澎湖列岛，就可以把潮汕也纳入火力覆盖范围。不得不说，这是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的又一次严重挑衅。我们为什么首先要指责美国呢？这是因为在美国对台军售方面，台湾当局实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每次所谓的军购谈判，都是美国人拿出一本大目录，然后在上面圈出几个型号，要求台湾必须买回去。所圈出来的这些武器并不一定符合台湾方面的军事需求，而是用来实现美国人想要的所谓的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的设想，或者打美国人想要的战争。当然，美国人考虑的还有一点，就是相当于强卖给台湾军火赚大钱。2种300千米射程武器装备的出售，就使台湾方面有了威胁大陆潜纵深的能力。或许按照美国人的想法，这能让大陆在决定武力解决台湾之前，稍微要掂量掂量。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想法。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从来不是欺软怕硬，而是不畏强权。美国人越是向台湾提供大威力远射程的武器，就越是会促进大陆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让武统来得更快一些。至于台湾方面是不是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恐怕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们都已心知肚明。但是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些人都已经在西方国家制造了不少的产业。一旦祖国统一的冲锋号吹响，他们就会坐上飞机逃出海外，下半辈子就靠着这些搜刮起来的民脂民膏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并不是我们乱猜，当年陈水扁就曾经运送数千万美元现钞去美国，在海关被扣下。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美国人也有一点黔驴技穷了。按照国际导弹技术控制协议，任何国家不得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射程超过300千米、弹头重量超过500千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美国这次所出售的2种型号，弹头重量虽然没有超标，射程却已经达到了上限。下一步，美国要是向台湾出售射程更远的武器，就等于撕毁了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美国退了群，中国也就不需要留在群里守规矩，可以向其他有需求的国家出售或者转让射程超过300千米的导弹，而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国家和美国的政治关系怎么样。我们说的形象一点，这一单军售，美国人已经把石头搬了起来，是不是会砸到自己的脚上呢？会不会提速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速度呢？我想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